说书很简单，有嘴就能说。说书不容易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干，难就难在这儿，得有师傅教。第一是有师傅教，第二是得有天赋。不是说有师傅教就准行，一批学生30个、50个，最后有一个能干这行的，就对得起老师了。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，得有师傅。我们这个师傅跟那个厨房那个王师傅、修车的李师傅还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叫师父，父是父亲的父，师父啊。我们跟那个技术工种那个王师傅、李师傅还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这行有句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这个呢不是现在编出来的，千百年来，只要是技术领域，其实都是认同这一点的。为什么叫师父呢？他跟父亲的区别在哪儿？你父亲给你这条生命，师傅呢给了你养活自己的手艺啊，所以你能活下来，这两个人对你影响很大。师乃父也，这个很重要。当然说你要说你不往心里去啊，你觉得师傅就是赵大哥，王二嫂，这也无所谓，不重要啊。当然你遵守不遵守规矩还是依然存在的啊。天下事就是如此，有的时候这个掰扯清楚呢，好多事儿还是比较讲理。你包括咱们家里边，你有姑父啊，你有姨父，但是你这姑父这父就是父亲的父，姨父那就是丈夫的夫。你想，姑父，对吧？姨夫，这区别在哪儿呢？这就有区别，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礼法。咱们老说咱们得走亲戚，这个亲戚分内亲外戚。你爸爸这支儿了，这叫内亲。按照父系氏族来说，你看你姑姑跟你爸爸这是亲的，有血缘关系，所以姑姑嫁的这个人你要称他姑父，后边父亲的父。你那个姨呢，离你们家血缘就远了，打你妈这边拎的，所以说那姨父不能写姨父，他是姨夫，他只能落一个是姨的丈夫。这就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强的地方，外国人一个安扣就全打发了啊。所以说辈分是有它的必要，咱不能坟地改菜园子，全拉平了啊，全家人一块拜把子，这不像话。当然您要说您家里非那样，那我们鼓掌呗，那能说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这赞成呗啊！一家一个日子，但是按照传统礼法，按照中国人的规矩来说，规矩是要遵守的啊，它是道义。这个打小我说相声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我评书师傅是金文生先生，我京剧的师傅呢是赵林童先生，这3位啊，这是我的老恩师。当然教过我的老师还有很多，唯独这3位是在谱的啊。能有这碗饭，能说书说相声唱戏，多亏了先生们的教导啊，还挺好，我还挺愿意干这行的。尤其赶上好年头了，现在这观众们这样，这搁到万恶旧社会，我得跟街上说相声去，跟街上说书。当然了，要在街上说相声说书也省心，就不用会这么些个啊。我今天上隆福寺，站隆福寺那儿说啊，说一会儿把钱拿着了，我就走了。我明天就奔天桥了，天桥再说2天，说完之后我又走了，我奔唐山了。唐山待些日子，我又奔天津了。四海云游玩的可开心，不用会太多。难就难现在这个啊，有时候剧场演出，我这还没演完，我还没到家呢，网上已经有了啊。你现在这玩意儿高科技啊，那个年头你说哪有这个去？所以说赶上好时候了，传播的力度大，对艺人来说要求也就高了啊。你说瞎话胡编乱造，那观众容易知道，他上网一搜就搜着了。所以说骗是不行的，必须得有点正经的玩意儿，这也是激励我们努力。听书听个乐啊，高兴，这不就是快乐吗？我也想跟你们似的，找地儿听书去，没地儿听去。我小时候还有老先生说书，这后来屡行的老前辈们都没有了，到我们这个岁数，全中国也挑不出几个说书的来。
这行不好干。那说相声还行啊，做个大褂120，买双布鞋15，咱们几个人啊，咱们起个照，咱们就什么什么相声社了，怎么着都好干啊。唯独这个说书这不好弄，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他连个帮忙的都没有，所以说这行挺难啊。你还得坚持着说呀，因为打小学的这个，你让我不干这个，我还挺难受。我特别想跟你们似的也坐底哈，找人一说书，我跟他起哄去，这多大的乐趣！哎呀，盼着吧，盼着这行能多有一些个人才啊，别把它丢弃。评书不会特别好，但是也不会死。现在正处在最尴尬的时候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听书，那屋子都没多大，底下那板凳也就坐个40人50人就了不得了。有那个小书馆20、30人，啊，冬天这儿点一大炉子，坐着一壶，壶里喷着那个热气儿，坐在那儿嗑着瓜子儿，包着花生，满地都是花生瓜子皮儿，一踩嘎吱嘎吱的。冬天有时候人还给切点青萝卜，一喝茶一听书，那个给个县长都不换，真的，县长不换，真的，啊，很快乐啊。现在没有这个乐趣喽啊！现在也别说，现在我还行，我没事，我倒是上网看看大伙儿怎么说我，也是个乐趣。我最近我对什么营销号啊、自媒体写的东西我很爱，我很爱。我看完我真乐。你要说弄一相声，你让我听，我乐不出来。我一看他们大伙儿这就是连说带起哄这劲头，我看着挺高兴。我那天看了一个。是微博是头条我忘了，哎，看他们那个老有那个什么八卦什么的啊，大爆料，我有时候挺爱看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瞎说。你们看完你们不知道，我有时候一看啊，他说艺人张三李四我认识，我也知道人家平时怎么样，我一看他那就是他们几人设计的。有的时候呢，一个说完之后呢，跟着7、8个都这么说。那天这把我乐坏了啊！我不是谁看见了，我看有人家。自媒体说郭德纲每隔3个月就看一回心理医生，哎呀，我乐了不行了，我都，我说这个心理医生是需要我去疏导，太好玩了啊！我还得每3个月去啊。他那想可能是我3个月犯一回病，我这个人最大特点我就是心宽，我这点特别随我奶奶，我奶奶活了99岁，就是因为心宽，因为您想想，就我从小到大这半辈子所经过的事儿，但凡心窄，我早死了活到今天都是由于心宽，这个很重要。您各位也是要学会心宽。要学会不生气，所有的病都是从生气上得的。你不生气你就没事儿，你一生气你浑身上下哪儿都难受要学会心宽，好多事儿不重要。你包括上学的时候，我也曾经上过小学以及初中1年级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也上过学，有时候也着急，哎呦坏了又要交作业了这个就要了亲命了今儿留了作业得写，写完明天交，交完了后天老师就得骂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后天他就骂我，我就自己劝自己，我想大后天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一下豁然开朗别老琢磨明天跟后天，你想大后天，天大的事儿它有过去的那天呢。你直接跳过去，跳到那儿也一下行了这个云开雾散，响晴博日，大太阳地儿心里很痛快，很高兴这个人活着不一样，把心搁在当间就行。但有的时候我们这行就是也挺好玩。其实有人老说你们相声界这么着那么着，哪行业都一样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各种的矛盾，就看你怎么梳理它了。有的时候确实，我有时候老说，我说咱们这行咱们需要提升素质。为什么说书唱戏说相声旧社会老让人看不起？是因为你们自己看不起你自己。人心得搁到当间来
包括咱们这回说这个三国也是，不是讲三国的故事，分析的是三国里的每一个人，必须讲出来设身处地，他此时此刻为什么要这样，把人说明白了，事儿就说明白了，它是一回事儿。其实我愿意跟您各位聊天儿啊，比如说不说三国水浒的，就咱们坐一块儿聊会儿天儿，我都觉得挺可乐的。啊，你说好，优酷不干啊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在后台，啊，您可能各位没有什么机会到说相声唱戏的后台去。其实后台大伙儿最爱干的事儿也是聊天儿。你跟于老师啊，跟我们后台说相声的人在一块儿，也可乐啊。有的时候后台的事我老想把它记下来。后台记下来，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刘宪伟啊，爱听相声知道，跟于谦老师是师兄弟儿啊。这个刘宪伟刘大哥人很好啊，挺厚道的，就是爱喝酒，老喝酒。后来栾云平就找他，刘大爷您别喝酒了，您这么喝哪受得了去啊？您为什么爱喝酒呢？刘大爷告诉他，我得喝酒啊，因为我跟那个卖拉面的认识。没人听得懂。因为我跟那个卖拉面的认识。小栾纳闷，怎么认识卖拉面的就得喝酒呢？嗨，一吃拉面去，他老劝我喝酒，老敬我一杯啊。慢慢的我就喝酒了。哦，那得了啊。但是呢，后来也劝他说尽量别喝啊。有时喝完酒呢，很可爱。有一次呢，说相声台上演出，演了呢，他到台下，他给这个演出部打电话，说你们得管一管啊，今天跟我合作的谁谁谁，他台上他那个话说的有问题，怎样啊。哦，好，刘大爷您放心，回来我们找他啊。您在哪儿呢？嗨，我一看他说的不对，我下来了。他半截下来了，你受不了啊？也挺好，哎，这其实很善良，很可爱啊。后台都这个，你看到这个月份，我那有一徒弟叫李云杰，又该忙活起来了。他要吃知了，哎，知了也叫金蝉，吃过吧？就是那个知了在土里待着，气温环境合适了，从土里钻出来，上树长出翅膀，就是知了。没长翅膀之前呢，这东西如果逮来之后，拿盐水泡一泡，过油一炸。李云杰讲话，人间美味啊！每年夏天得吃好几十斤，啊，爱吃的不行了。有一次也不上哪儿啊，是人家院里边那个树上有这个，哎，翻过墙头去就想摘，没想到一翻墙头没翻好，掉下来摔得够呛，从上到下，俩保安搀着给搀出来了啊。就这样给弄出来了，在外边往外一走，他表弟看见吓一跳，哟，以为让保安抓住了，鼻青脸肿，哟，吃知了那么大罪过呢，打成这样了啊！人间美味，这个一个人一个爱好啊。有时我跟他们聊天就觉得可开心了，赶明儿总结，最起码你看刘宪伟一个人的故事就能说3钟头啊。这个现在还有地儿说书，我很开心，尤其这回跟平台合作，优酷一气儿要了4个评书啊，这三国头一个我估计说不到哪儿。你瞧，这说了快一半了哈，这董卓还没死，我都觉得怪对不起他们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小儿子还小，我得指着这个玩意儿把他养大啊，等他娶了孙子媳妇了呢。估计就能说到甘露寺了，就不是诚心。为什么呢？说出这个玩意儿，汤跑梁子，那一天就都说完了，没有意义。听了就听这犄角旮旯啊，这碎的劲儿，给大伙儿掰开了揉碎了啊。也谢谢您各位的理解，因为现在说三国跟过去说三国不一样。过去那先生说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们还有好多老先生，三国里边加了一些个不是三国里边的东西。那当年一说清末呀、民国的时候，大伙儿也爱听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你观众素质也高，也不好骗。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说三国其实是研究三国。你包括这个，你看您很少听到我说那些个很标准的评书的语言。
啊，两军阵前，两员大将，掌中一对大锤啊，一晃起来800来斤。两军阵前，马来马往啊，这一打300回合，我很少这么说，几乎《三国演义》里我不这么说，因为这个它不现实，真不现实。800斤，列位，你找一个人我看看，800斤大锤，好家伙，俩煤气罐，那还打什么仗啊？那个是吧？它不现实。再有一个，其实按三国来说，那个年头，汉朝吧，他那会儿的1斤，相当于现在也就是220克左右，那半斤都不到。关二爷青龙偃月刀书上说叫冷艳锯82斤，那82斤按现在来说30来斤沉。张三爷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书上说50来斤，现在说就20来斤。赵云的亮银枪那会儿说20-30斤，原文上说那搁到现在10来斤，对吧？刘皇叔双股剑原文上说6-7斤，现在说3斤半。那打仗打个6那个，对不对呀？再一个艺术这个玩意儿，它一说一乐，终归说书它不是真实的历史。前几期咱们也聊过嘛，马来马往，这儿骑着马，这儿骑着马，打过来，叮咣五四来2下，咵把马放出去，跑出去，再圈回来，这一个回合20来分钟。各位打300回合，打好几个月，那俩人不得饿死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约定俗成，城市化的东西，说书的这么一说，听书的这么一听就得了，没人较真儿。但是现在说书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就观众素质也高。所以说要掰开揉碎了咱们讲。当然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您各有专家，郭德纲你这就不对，这个是如何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，我好记住你。最起码下回录像不能让他进。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很多问题。这是开玩笑啊，谢谢各位提意见，因为人人都是记问之学，没有说一老生这种就是圣人的，没有。所有人都算上，多大科学家，多大的文学家、小说家，这个家那个家，您的学问哪来的？俩字儿，记问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看书呗，这句话有用，记下来了。这不懂去问老师去，老师告诉你了，就这么2条道，除了记问，你没有别的求取知识的渠道。所以说，人人如此，就看谁勤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您各位文化水平都比我高，老说三国，老说闲白，人家有那个在家里边看视频的观众人不愿意。当然了，人家看视频的也没错，人家斥巨资充会员哈。你们也充了？充一次会员多少钱啊？充年卡，年卡多少钱？啊，1年才200多块钱。切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吃亏了。听1年才花200块钱，哎呀，你们吃顿烤串还花好几百呢。这听1年，那委屈死我了啊！这么说，正文我又给多了。行了，别起哄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愿意聊会儿闲天儿，为什么呢？聊闲天儿增进感情。前2天我还看咱们网上说郭德纲利用说闲白儿，净说点后台的事儿，也不是，我没有别的可说的，我也没有朋友，人家喝酒也没人带着我去，跳大舞去也不叫着我，啊，什么上哪儿什么唱个歌，我这没去过。也别说没去过，那是什么叫 KTV 是叫什么呀？我去过1回，我这半辈子去过1回 KTV， 好惭愧哈。不是啊，行，去过1次 KTV 唱歌，还有1次，90年代末，他们有几个哥们儿非要领着我上蹦迪那地儿去过1回。这2件事我印象很深。在哪儿啊？是在五棵松，北京市那边是哪儿？有很大的一个什么蹦迪的地儿，我印象很深。一进去，好家伙，黑灯瞎火的，哪儿蹦的都不行了。就那个他那个音箱巨大无比，咣咣，哎呦，震得我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但是我也不会蹦，你像我那样能像蹦的吗？他们给我找一地儿，你坐这别动啊，他们就上那儿疯去了，我跟那儿睡着了。
后来他们就不跟我玩了啊。唱歌那回是我跟我那经纪人，我们俩有一回啊，有一事儿，应该是晚上的事儿。晚上事儿呢，但是当天上午还有一个事儿。上午这事儿完了，我们俩找地儿吃完饭，下午还有几个钟头，就到晚上去工作那个地儿附近，没地儿去。哎，看有一唱歌的地儿，他说咱俩上那儿。我说没去过，来，就到那儿去了。然后坐在那儿，好家伙，小黑屋有电视啊，你看看你会唱什么吧？我一看我就乐了，好家伙，里边净地方戏。这一下我可得意了，啊！我印象特别深，他那个屋啊又闷又热，夏天。然后呢，我就把那门还打开了，他那空调不好使，门打开了，我就跟这屋啊这通唱。啊！我那个经纪人呢，可能起得早点，找一沙发歪那就睡觉了，我就一段一段接着唱。我就印象很深，他那个服务生啊，一会儿过来给我关一回门，是吧？啊！没有伴奏唱不了，啊，好像人家那意思就是别的屋还有客人呢，你这屋好家伙，一会儿河北梆子，一会儿豫剧的，谁受得了？就唱了那么一回啊。后来这事儿传开了，就再也没有人带我上那个地方去消费了啊。我想了想也没有意思，你关键他是卡拉 OK， 我是习惯于唱那个现场乐队。唱乐队的好处是你得跟着我走啊。我愿意怎么唱，你弦儿你得跟着我呀，这个玩意儿你得跟着机器走，那凭什么也不干？所以去这么一回啊，各位见笑啊，以后有这事儿别叫我了啊，不跟你们玩去啊。要不人家都说听书啊，听相声啊，对身体好呢，确实是，开心呢。有没有好开心？有。你们就拿我开心呢，啊，挺好。好的演员那是跟大夫是一样，他能解心宽。哎，心里无论多别扭，你坐这儿，好，我堂一挤着你，你哭去吧，是吧？你就把刚才那个别扭就忘了，你就光恨我一个人。你可别说这个郭德纲说的啊，有病不用吃药啊，光听相声听书那可治不了啊。这个玩意儿，我要耽误您各位，我这岁数可大了啊！有病得看病，别跟那个于谦老师他们原来单位那大夫似的啊！对啊，这应该让于老师给你们讲，他说的真着，因为他认识，我是听他念叨的。于谦老师原来不在曲艺团嘛，哎，曲艺团那个年头，像这种单位都是有医务室的，会有一个大夫。当然，这个大夫也不是说医术多高明吧，输个液啊，打个针呐，头疼脑热的，吃点小药，就这个水平还是有的。于老师给我们介绍，就是当年团里边，他小时候啊，他们团里边有一大夫姓贾大夫，真姓贾，你说这哪说理去啊？说这大夫原来是兽医，咱也不知是因为什么，他是这么说的啊。看那状态也不像编的，不是设计的，就是真的。原来有一个兽医贾大夫，啊，也不知是怎么3刀5刀吧，上曲艺团当大夫去了。这于老师说的真事儿，哎，说有受害者，我们有一个相声老前辈，我们的相声艺术家罗荣寿先生，哎，罗先生就好几次都犯在这个贾大夫手里边了。我想想好几件事。有的我都忘了，于老师要坐后台一说，这能说一晚上。说贾大夫治病啊，有一回好像是罗先生是长了一个疖子，是长一个疙瘩呀，啊，好像是在脸上不在哪儿。去了之后，人家这贾大夫这真敢来，当时拿刀这就开始给你挖，多大胆子呀啊！就咔弄完之后还特意告诉你，好像说话有口音啊。这个我给你弄来了啊。哦，好。谢谢贾大夫，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啊，也没有什么注意事项，你这个得上医院看去啊。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好家伙，又动剪子又动刀子，咔嚓咔嚓在脸上炫半天，告诉你上医院吧。
我那天我再问问于老师，问明白了，我再跟你们讲啊。这事儿多了去了啊，因为这不是我亲眼得见，我是听谦儿哥念叨的啊。所以各位要是有不舒服的地儿，告诉我，我找贾大夫给你们给你们治病啊。那个有病呢就得治病，没病呢就听书吧啊。听完书心情愉快，哈哈一乐，挺开心。三国这种书很难让人乐，你要非加点外插花的东西，鼓捣着非让观众不乐强乐也就没意思了啊，非得是在故事里边让您觉得还得有意思，所以说这个就不容易啊。我努力啊，你们各位还是得上医院。今天用了一回东北说书的技巧，就这块木头摔到话里头，摔到话外头啊。对了知音弹几句，不对知音忘废啊。先摔这下，再说舌尖，这就是《山海关以里》天津、北京说书的，摔在外边忘废舌尖啊。东北说书的啊，他们搁在外头，这就是不一样的风俗和习惯啊。我那个评书师傅金文生先生，他老人家摔醒木是摔完之后啊，啪摔完了，他还得拧一个往前推一下啊。咱也不知道老爷子这是怎么设计的，反正各式各样啊，各式各样。但是我们这玩意儿有规矩啊，就是不许超过5寸啊，差不多都在这儿。哎，什么时候您看这说书的哈？原来是脱坯的，现在说脱坯的没人懂啊。坯呀，就是拿泥做的砖啊，大块的砖，它得摔呀啊！一看这先生原来是脱坯的，这轻易的就不能再瞎动啊！要是一头一尾能使，当件形容敲门呐、说话声音什么，拿嘴学拍桌子可以，这个不能再动。那会儿包括说相声，台上有这个啊，一上台张文顺就爱拍一下这个，他讲话这是胆，有这个。在这儿说相声，心里就有胆了，挺好啊。但是现在你说，现在小孩们说相声也不讲究这个了，好多规矩，好多道理，你跟他说他不爱听，你怎么弄？哪儿说理去？现在这行其实是既好干又不好干，你都算上，你包括唱戏也是如此，既好干又不好干。好干就是您唱一出戏，你网上有了视频了，天南海北哪儿都能看见你。要不然您说这主人家住了云南。住了内蒙，住大草原，住哪儿？他怎么知道郭德纲今儿唱戏了呢？对不对？你过去来说，他得到北京赶上了，买张票坐在那儿看完之后出门才能骂街，什么玩意儿啊？现在人坐家里就能骂街了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可以理解啊，这就是高科技啊，高科技。要不说人得相信这玩意儿呢。你网络你也没看见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；声音你也没见过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。啊 ，WiFi 你也没见过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，所以说科学这个东西很奇妙啊。我有时候爱研究这个，但研究完也不管用啊，还得好好给人说书去啊。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好好说相声，好好说书，好好唱戏就得了。当然，好好唱戏这很难啊，我这个水平也就这样了，而且我这个体质也是容易让人恨。哪儿说理去？人家老跟网上指责我不好唱戏不好唱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包括现在，其实我后来分析过唱戏这个事儿，好多时候是由于剧目也少啊，观众可见的东西不多，他就觉得这有问题，因为人他有先入为主嘛。你看，比如说啊，咱某位观众啊，你看有一胖大哥，不管哪位吧啊，300来斤大胖子啊。董大哥啊，不是那董大哥，那董大哥没了啊！他总看戏，他老坐电视那看戏，他真爱，但他看过这些戏，他觉得戏就是这样。你再跟他演的不一样，你这就很难。他认为你这跟我看的不一样，人都会如此，不是他不对啊，刻板偏见，先入为主啊。你比如说，咱举个最简单例子吧，《空城计》。失控斩诸葛亮一上场穿那个八卦衣，戴一八卦巾儿，大伙儿都觉得这就是诸葛亮。你要按老的规矩呢，诸葛亮一上场应该穿的是白蟒，戴项纱，项纱就是丞相的帽子，白色的，两边有刺儿，
啊，穿着蟒袍，戴着玉带，这个才是标准的扮相。他是蜀汉丞相，他不是个老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出来之后，调兵派将是代表着皇家呀，代表着蜀国呀，他才能那样的。但是后来到空城计的时候呢，特意把这身换了，再穿上那身老道的衣服，在城楼上啊，我弹弹琴呐，喝喝茶呀，定计，司马懿才害怕。但是你说现在哪位唱时空斩的，你敢出场穿白蟒吗？戴项纱，那大伙儿得骂话了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见过。你说讲理不讲理？对吧？你包括这个舞台上佘太君，佘太君呢，老太太呀，按规矩这个佘太君得穿靴子，就是你看跟包公穿那个靴子嘛，他也得穿这个靴子，那才对。但现在基本上都不穿靴子，都穿那个夫子履啊什么的呀，穿个老太太的鞋，大伙儿看惯了，哎，这挺好。你真来一佘太君穿靴子上，你对也不对，因为我没看过。你看这玩意儿不讲理，因为跟你看的那段视频不一样，你就觉得这有问题。辕门斩子，这个杨六郎按规矩得换好几回衣服。啊，见着八王，咱俩聊这事儿的时候要戴驸马套子，驸马套子看陈世美了吗？戴驸马套子，穿红蟒，完全这扮相跟陈世美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是大舅子的关系。八王他妹妹许配给杨六郎了吗？所以咱俩聊天身份变了，我是你妹夫，咱俩你看我这扮相是这样的。见老太太呢戴帅盔穿蟒，我是办正事儿，娘啊您别跟我搅和。他换好几回衣服，每一场一换不一样。为什么后来不换呢？咱们有一个京剧名家老前辈，清朝那会儿的刘洪生刘先生，唱这出戏唱的最好，腿脚不利索，后台来回换衣裳麻烦，他就不换了，就这一身到底了。所以现在谁要是换谁不对。你说你这玩意儿不讲理了吗？你包括唱包公，现在一说包公，你看比如咱们大师裘盛戎先生，大黑脸月牙儿啊，白眉子，就这状态。电影也是，你看舞台上的录像都是。但你要说到民国那会儿，那不一样，老包那个形式多种多样。你到了南方都是老生唱包公，啊，小月牙搓红嘴巴，带改良的五柳，风格不一样。那会儿观众他天天看，他就知道，他也能接受。你之前没见过，他就觉得难受。我们有一哥们儿他爸爸北京老戏迷，那年头一回看这京剧音配像，周信芳先生的包公，小王贵清先生给配的像，就完全按照海派这包公来的。我们这哥们儿他爸爸看完这个气坏了，真气坏了，骂着街跟我说这事儿。其实没有别的，就是跟他印象中的包公不一样，他觉得只有那个是包公，你这个不是，你这就要命了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这个道是越走越窄。所以希望我们的艺术还是应该百花齐放。你老那样的，罐里养王八，越养越抽抽了，就没有意义了啊！包括说书也是如此。我们小时候说书，那个老先生多了去了，老头老太太们，你跟他聊天，你听他说话就长知识。现在你怎么弄？现在我这样的都快算老先生了，还讲理不讲理了？是不是？我也只能跟你们各位跟这儿聊会儿闲天啊。好在你们跟我不上吝，我说什么你们都迷信，这也不是事儿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不能聊了，这期快到点儿了。老这么聊那个，他对不起人家给那个钱啊。我是很在乎人家平台的态度的啊。他们也提意见啊。那好，你们更重要。